老大，如果你是剛入坑的驗員，或者準備入坑驗員，那麼紅線的這個視頻你一定要看。紅線給新手老大整理了一份全新的驗員遊玩攻略，希望能夠幫新手老大快速熟悉整個遊戲。老大進入遊戲後，會需要先進行一些設置，這裡的指引模式，老大就選擇詳細指引，這樣的話做任務做探索都會有個完整清晰的目標指引。遊戲難度，紅線建議選擇劇情難度，這樣設置後，老大在遊戲中打怪就不會太吃力了。然後社交傾向選擇天涯獨行就好，可以讓老大專注在單人世界熟悉遊戲，不會受到社交信息的影響。以上設置都是可以在進入遊戲後隨時更改的，所以老大不用擔心會錯過什麼。所有設置結束後，會有一段開場劇情和新手操作教程，之後還需要老大進行捏臉和取名。取名的時候，老大要注意，這裡有個智取天賦的選擇，這兩個選項當中，紅線建議老大選擇九行劍令。這個天賦在遊戲中做探索的時候使用的比較多。完成了以上所有的設置，老大的江湖路才算正式開啟。目前燕雲已經更新了3大地圖，分別是清河、開封以及河西。玩家的遊玩順序也基本上是按照清河、開封和河西的順序來的，紅線也就按照這個順序來給老大介紹。首先是清河地圖，老大開局會在清河的竹林舊居，此時老大只需要跟着這個黃色指引的主線任務走就好，一路走到天涯客這裡，跟他對話後會解鎖燕雲的第一個火堆，點亮火堆原本黑黑的地圖才會真正顯現出來。燕雲的3大地圖上都會有幾個小區域，每個小區域都有一個天涯客，會以這種火堆圖標的形式出現在地圖上。沒有點亮火堆之前，地圖都會被黑色遮蓋的，看不到任何的信息。所以老大每去到一個新的區域，都要第一時間找到天涯客，點亮地圖。接着老大會在天涯客的旁邊看到一個卡在石頭縫裡的老頭，救出老頭後完成他的任務，就可以在4本武學裡選擇一個武学。紅線建議老大選擇這個鳴川要點，這個是能夠回血的武學，可以讓老大在打怪中提高容錯率。隨後老大就繼續跟隨主線劇情，積攢經驗，提升人物等級。路上遇到各種蹊蹺和寶箱，或者是別的什麼東西都不用管，等到後面主線做完了再回頭來做這些東西。等到老大到了15級之後，會開放等級突破功能，需要老大去副本裡完成打怪任務，才可以繼續提升等級。在第一次突破之後，往後老大每提升5級都需要進行1次突破。如果老大不及時突破，角色的經驗就會被存儲起來，不僅會導致等級上不去，就連在遊戲中打怪或探索時獲得的戰利品也都一直是非常低等級低品質的。所以老大一定要在第一時間突破，千萬不要卡等級哦。在做主線任務的過程中，会碰到主線任務卡等级的情況，這個時候老大就可以把主線放一放，先做一做武林路裡的霞姬任務。這個霞姬任務就是燕雲裡的支線任務，完成後不僅有很多的獎勵，還會解鎖大清宮這樣的重要功能，是一定要去完成的。等到老大的角色達到主線任務需要的等級後，就繼續做主線，直到清河地圖的主線任務結束。等清河所有主線結束之後，老大先不急着進入開封地圖，先打開任務界面，把裡面的殘章任務做一做，然後打開菜單，點開裡面的武林路，把裡面的鎮守、霞姬任務、據點以及野外首領全部都做一遍，然後點開眾生，這些是地圖上的所有小區域。老大需要把每个小區域裡的界碑全部點亮，把每個區域的蹊蹺和寶箱都全收集。清河的蹊蹺有5種，分別是這些。拿到這些蹊蹺後，需要去地圖的這個地方，將蹊蹺提交給前面你救出來的這個老頭，用於點亮5陰啟太平，提升角色的基礎屬性，獲取心法，解鎖被動天賦等等。寶箱能夠開出長明玉和其他的一些獎勵，長明玉可以用來兌換心法或抽取和明外觀。蹊蹺和寶箱，紅線都是比較建議老大多撿撿的。至於每個區域其他的東西，紅線比較建議老大做奇遇、妙妙喵、貓系、營地、漁獲之境、頭虎雅系、江湖故人這些。等到老大把地圖裡的探索都做得差不多了，就可以進入開封，做開封的主線啦。開封的遊玩順序跟清河是一樣的，還是優先做主線，主線做完就做霞姬和殘章任務，之後就是點亮全部的界碑，找蹊蹺和寶箱，解鎖5陰啟太平，把鎮守、據點、野外首領全部手通，各種探索也都做一做。等到老大把清河和開封的2大地圖都探索完了，那麼
麼就可以進入河西區域了，也是優先做完主線、轄記、殘章，然後點亮界碑，再去做七橋和寶箱的收集等等。一般到这個階段，老大就應該對燕雲有一定的了解啦，人物等級也差不多來到了91級以上，就可以開始全面提升角色的戰力了。戰力該如何培養？紅線就不在這個視頻裡贅述了，老大可以看看紅線的這個視頻。最後紅線跟老大說說，在每個地圖階段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在清河區域，因為怪的能力不高，是比較容易打的。武學方面就用開局的無名劍法搭配回血的名川要點就好。但是要注意的是，武學的等級一定要跟角色等級齊平，保證角色每升一級都要把武學等級拉到最高，然後培養界面裡的天賦也要隨時進行提升。另外，老大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体力，體力達到上限後，第一時間去刷據點或桐油裡的协力清剿，將體力用於装備和无金帖的刷取。在開封區域，老大就可以把所有的武學、心法以及騎術收集一下了，可以適當的進行武學、心法、騎術以及裝備的搭配。具體搭配方案，老大可以看看紅線的這個視頻。至於裝備方面，前期是不需要特意去刷的，直接用魔芋去不甘商店裡兑換自己等級所需要的装備就好。等到角色等级達到91級之後，再去桐油的事件5人本裡刷取最高等級的裝備，大概就是這樣。